诸位，此番试炼内，想必大家都经历了各种古怪的事情。明明9个台阶，突然出现了100阶；明明只有1个傀儡，可瞬间就出现了10个、100个。不瞒诸位，我3人联手突破了第18关、19关，可在20关内，我们遇到了数不清的牛头怪，这也罢了；可传送竟失效，这也罢了；可闯关2个时辰过后，我们竟无法离开，就这样被困在那里，直至如今。这种事情很不正常，原本不可能发生。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么只有一个可能。猿妖子话语一出，四周众人全部心神狂震，一个个呼吸急促，尤其是古天君与司马云华更是如此。实际上这几个月内，此地的诡异事情，众人早就在心底开始怀疑了，可却没有证据，也找不出答案。如今眼看猿妖子开口，所有人都凝重起来，不时地看向白小纯。白小纯眼都不眨一下，目中露出惊疑，也四下看了看后，一脸凝重。猿妖子一直在关注白小纯，目中带着怨毒，缓缓开口：我们之中有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已经成为了这残扇的主人，或者说此人暗中已闯过了20关。只有这个答案才可以解释为何此人针对我们3个，要将我们生生困在20关内。他话语一出，四周顿时一静，随即哗然。此地众人一个个都吸气，古天君更是全身一震，蓦然开口：我们中最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白小纯。在下不知道是不是白道友，可我说一件事情，之前我与古道友邀请白道友一同闯关，可他在那里时，18关内的沙土巨人居然对他无视。司马云华阴冷地缓缓说道。他与古天君的话语一出，四周众人全部心神一震，不假思索地齐齐散开，将白小纯包围在内。白小纯内心紧张万分，他知道这个时候一个不小心就是万劫不复。他深吸口气，神色露出悲愤，更有大怒，但却给人一种强行忍下的感觉。这一切是因我来自通天世界吗？是因我是通天世界的天尊吗？古天君、司马云华在18关内，你们就欲将我置于死地，这件事你们怎么不说？那些沙土巨人没攻击我，可也没攻击你司马云华。还有你广目天尊，从一开始你就针对我，别人想要利用你这一点也不难。而你们说我走过了20关，此地所有人都能看到，我只是走过了17关。白小纯话语刚说到这里，还没等继续，始终没有开口的适龄上人眯着眼，忽然说了一句：是不是你？很快就知道了，这残扇的试炼时限已结束，想必很快就会认主走过最多1关之人，到时候一切就有答案。适龄上人目中带着凶残，一字一字开口后，他的说法获得了众人的认可。白小纯内心焦急，但却没什么办法，他的四周已被包围，怕是在扇子归来的瞬间，这四周众人就会怒意爆发。而此刻他更不能去与残扇联系，实在是此地对神识的隔绝已经解封。白小纯知道自己只要有什么动作，广目等人会瞬间察觉。就在白小纯这里焦急，广目杀机弥漫，司马云华冷笑时，忽然的整个残扇轰然震动，随着震动，一股排斥之力猛地扩散出来，直接就将众人全部推出了残扇广场，直接推向了永恒仙域的方向。也正是在这时，早就等待在外面许久的邪皇与圣皇二人蓦然出手，一方面接引了众人，另一方面则是身体一晃，趁着此山眼下消散了雾气，直奔着扇子临近。与此同时，这浩瀚的残扇也在这震动下摇晃得越来越剧烈，渐渐的，在众人的目光里，它脱离了巨人主宰的大手，没有飞向任何人，而是向着远处的虚无星空重新的漂浮而去。白小纯暗中松了口气，心底也在诧异。按照他的判断，这扇子应该回到他这里才是，可如今竟远去了。他心底不甘，可却不敢表露出来，因为此刻的邪皇与圣皇竟在这不断的追击下，不知二人用了什么办法，抵抗着威压，生生的踏入到了残扇中，随着扇子一起越来越远。白小纯心头焦急，可如今邪皇圣皇都在，四周众人之前更是怀疑，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去与扇子联系。心底恼怒时，白小纯猛地看向广目天尊、猿妖子与适龄上人，一一看去后，他的目光还在古天君与司马云华身上扫过。你们看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一没有掐诀，二没有动用神识，三没有任何举动，而这扇子没有飞向我。这场试炼动手脚的不是我，我也没闯过20关，更不是这扇子的主人。你们的遭遇同样也是我的遭遇，做出这一切事情的同样不是我。广目天尊，你被利用了。猿妖子，你的判断是错的。适龄上人，此刻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还有你，司马云华，这件事情我们没完。白小纯近乎咆哮，咬牙的一句句开口，四周众人纷纷沉默。司马云华以及广目天尊等人也都被白小纯质问的无话可说，他们沉默中纷纷目光闪动，看向远去的残扇上依稀可见的圣皇与邪皇的身影。白小纯的话语一句没提这二人，可如今在所有人看去，答案似乎已经有了。偏偏这个答案他们根本就无法去问询。此刻沉默中，
广目天尊一言不发，转身就走。袁妖子心底复杂，适龄上人面色阴沉到了极致，一样转身离去。司马云华、古天君二人相互看了看后，也都各自暗叹，摇头离开。很快的，此地众人就借助圣皇与邪皇留下的术法之光，从这星空中慢慢落下，各自回到了永恒仙域的都城。当回归圣皇城后，白小纯才真正的松了口气。此刻第一个危机化解完，随之而来的关于残善的所属，就成为了白小纯心底最大的焦急。他怎么没过来啊？莫非是当时我没传出神念的缘故？第1098集，12天尊，那可是主宰至宝啊！白小纯觉得自己的心都在滴血了，他好几次想要去尝试联系，但都生生的忍住。圣皇没有归来前，白小纯觉得自己不能轻举妄动。若联系不上的话也就罢了，可一旦联系上了，从而被圣皇察觉，那么就真的是彻底被动。唉声叹气中，白小纯回到了圣皇城的福地。不管满朝修士如何防备，不管刘天侯又如何重新盯梢般盯着自己，白小纯此刻已没心情去做什么事情，整天就在福地内焦急的等待。时间流逝，半个月后，白小纯没有等到圣皇的归来，可却等到了一种从天降临的，在这整个永恒仙域内回荡的冥冥之感，好似众生在这一刻都心神震动，耳边回荡着听不清的呢喃之音。这一刻，邪皇朝、圣皇朝所有众生在经历了数月前属于白小纯的那场晋升天尊的轰动后，那当初出现的冥冥之感又一次降临。只不过这一次源头不再是圣皇城，而是邪皇城。有人晋升天尊！天哪！1年之内连续2位晋升天尊！圣皇朝权贵修士在察觉后纷纷惊呼，看向邪皇城的方向。古天君、司马云华以及陈苏3人原本都在各自福地内打坐，此刻猛地睁开眼，心神震动。盘膝打坐的白小纯呼吸急促，耳边的呢喃之音似正慢慢的清晰。他感受到了这种有人晋升天尊时来自整个永恒仙域的震动与天地呢喃。愣了一下后，白小纯抬头的瞬间，他的耳边、古天君3人的耳边、权贵修士的耳边，乃至整个世界之人的耳边，呢喃之声终于清晰。世间有天尊，列位12，其名通天道人。这声音的出现在众生耳边回荡，圣皇朝众人全部身体震动，一个个呼吸急促，无法置信的同时，邪皇朝的众人却纷纷狂喜振奋。又出现了一个天尊！通天道人这个名字我听说过，他也是通天世界之人，可他不是死了吗？通天世界居然在这同一年，差距几个月的时间出现2位天尊，如此底蕴太过可怕。好在2人不和。在这众人轰动时，白小纯蓦然抬头，猛地站起身，面色阴沉到了极致，目中露出杀机，充满疯狂。他死死地盯着冥冥中感受到的方向，他的眼睛里渐渐出现了血丝，好半晌才将体内翻涌而出的杀机压制下来。通天老贼，你果然没死！白小纯一字一字低声自语。这一刻，他想起了通天世界的一切，想起了2人的那一战，想起了白浩，想起了杜凌飞，想起了太多太多让他心底刺痛的画面。通天道人的确没有死。实际上，通天世界崩溃时，通天道人的修为虽是准天尊，可因其经验绝伦的资质，还有对于不死长生功的研究，他已在体内凝聚出了部分道种。当日白小纯所看到的通天道人身体崩溃时所出现的那被符文环绕的类似种子般的事物，正是道种。原本若是没有意外，随着世界崩溃，重伤之下的通天道人，哪怕有部分道种，也必然陨落。可他被传送到的地方，正是邪皇朝所在的仙域，更因其道种的波动，第一时间就被邪皇察觉。在其出手之下，将通天道人带回邪皇朝。此事在邪皇朝内，就连其他几位天尊都被邪皇隐瞒，更不用说其他人更是无从知晓了。对于邪皇来说，通天道人就是奇货可居。而原本通天道人在几个月前是与白小纯一起去尝试突破的，他也感受到了白小纯的晋升，只是他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一次突破半神晋升天尊居然这么难。他被卡在了第3节上，在那永恒之母的认可中，他几乎都要失败了。好在邪皇虽离去，但却在通天道人闭关前给了他一块黑色的石头，虽只有巴掌大小，可这石块在通天道人认为自己要失败时展现出了奇效。同时也直至这一刻，随着通天道人修为的突破，晋升天尊的气息爆发，邪皇朝内的众人才知道了通天道人的存在。当那似来自永恒之母的那男声回荡众生耳边时，震惊的不仅仅是圣皇朝，同样也震惊了邪皇朝的无数修士。而最震惊的则是散落在永恒仙域内的通天世界之人，每个人的心中都在这一刻低沉中复杂无尽。只是这所有的复杂都比不过此刻在邪皇城内一处密室内睁开眼后仰天狂笑的通天道人。他的目中带着偏执，站起身后，他第一眼看向的就是圣皇城的方向。似乎这一瞬，他与白小纯明明隔着千山万水，可却在这一刹那，彼此似乎都感受到了对方的存在。
他们的目光带着杀机，带着冰寒。白小纯，你快一步，又如何？通天道人轻声低语，右手抬起一挥，一袭黑袍笼罩在了身体上，那黑袍甚至都将他的头颅遮盖，使得他看起来已成了黑袍人。我很喜欢晋升天尊时来自永恒之母的呢喃，因为这告诉了所有认识我的人我回来了。通天道人声音沙哑，许久收回了看向圣皇城的目光，转身一晃，消失在了阴暗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圣皇城内的白小纯同样收回了冰冷的目光。既然没死，那么以后再杀一次好了。白小纯缓缓深吸口气，闭上了眼，默默地盘膝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时间再次流逝，10天后，圣皇回归，没有人知道他此番是否有什么收获，他也没有召集满朝文武，甚至他的归来，若非是在数日后下了一道封命的话，都没有人知道此事。封命里只有一道法旨，他下令册封白小纯为圣皇朝第2仙域的仙尊，镇守整个仙域。第2仙域，准确地说，圣皇朝的领土只有大半罢了。北方的几个州，多年前就被邪皇朝占据，就如同在第3仙域上，圣皇通过交换公孙婉得到的几个州一样，在那属于邪皇朝的第3仙域，圣皇朝也有一定根基。而这第2仙域，因常年要防备邪皇朝，甚至在接壤之处经常出现小规模的战争，所以自然有一个仙尊常年坐镇。此天尊在圣皇朝内也都是资格极老，名为赵元涵，道号灵九。这位灵九天尊镇守第2仙域多年，几乎从未被轮换过。此番法旨内也并没有提出灵九天尊会归来，而是让白小纯与对方同为仙尊，一同镇守。这看似册封，可实际上将白小纯打发走的含义很是明显。白小纯在接到这旨意后，才知道圣皇已经归来。他看着旨意，心知肚明，自己在那第2仙域是不可能有什么权利的。这是很直接的告诉自己，修炼资源可以提供，地位身份可以保证，但权力是绝对不会给他半点的。我看似是去做镇守一个仙域的仙尊，可实际上就是去混日子的白小纯没有气馁，他反倒觉得这是好事。尤其是这第2仙域，也正是巨鬼王所在之地。想到与巨鬼王许久不见，白小纯心中也有些想念，同时心底更多的则是好几次都想要联系残善的冲动。不过白小纯性格谨慎，依旧忍耐下来，他准备再等等，最起码也要离开了圣皇城后再去尝试。就这样，白小纯整理行装后，没有在圣皇城久留，在第2天清晨就化作一道长虹破空而去。他的离开让整个圣皇城内所有权贵修士无不松了口气。一时之间，在白小纯离去的这个清晨，虽没有敲锣打鼓之声，可来自各个权贵家中的笑声却是明显激昂太多。这个祸害终于走了，哈哈，让灵九天尊头痛去吧。可惜啊，实际上这通天王还是有些能耐的，若他能去邪皇城就好了。我绝对相信，给他足够的时间与条件，他能一个人灭了邪皇朝。第1099集，一把钥匙。圣皇城外，白小纯一个人站在天空中，回头看了看圣皇城。以他如今的修为，对于城池内那些权贵兴奋的笑声，虽不能说听得清清楚楚，可也大致清晰。久违的感觉啊！白小纯不由得咳嗽几声，虽心底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还是有些尴尬。不过对于化解尴尬的办法，白小纯很是擅长。这都是我的错。白小纯一副无奈的样子，渐渐收回看向圣皇城的目光，心底浮现感慨。实际上，他早就发现了自己的一个似乎贯彻了一生的优点，那就是太优秀了。如果不是我太优秀，怎么可能会每一次我只要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长了，离开后，那里的人们就会情绪变化特别大。帽儿山、灵犀宗、血溪宗、逆河宗、星空道极宗，乃至蛮荒如今，就连这永恒仙域的人们也都知道了我的优秀。白小纯唏嘘的同时，小袖一甩，向着远处呼啸而去。罢了罢了，这一次我到了第2仙域后，还是低调一些吧。在这前行中，白小纯仔细地品味圣皇的旨意，这种把自己打发走的事情，无论怎么看，都带着一股扫地出门之感。怕是若我在第2仙域依旧展现出我的优秀，圣皇那边就要有别的手段来压制我了。白小纯心下了然，尤其是这第2仙域本就有天尊，我过去了，若与那位天尊出现矛盾，圣皇是不可能倾向我的。白小纯想到这里，越发觉得自己的的确确应该低调一点。太优秀了，不好。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木秀于林啊。白小纯想着，在残扇上，所有人都针对自己的一幕，心底也有不忿。与此同时，随着他的思绪落在了残扇上，此刻心脏跳动也加快了一些，但却依旧强行压下，渐渐远去。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半个月。白小纯的速度不快，一边前行，一边看着大地的风景。而以其天尊修为，可以说在这永恒仙域上，已差不多没什么地方他不能去了，更不会担心有人来劫杀。实在是如今有资格劫杀他的，放眼整个永恒仙域，也都寥寥无几。直至又过去了7、8天，白小纯终于踏入到了第2仙域的领土上。到了这个时候，
他内心的火热已经压制不住了，尤其是在白小纯分析下，他觉得此刻虽联系残善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可总不能始终不理会。若是因他的不理会而使得残善真正丢失，那样的话，白小纯必定追悔莫及，不能再等了。有了这样的决断后，又过去了3天，白小纯狠狠一咬牙，开始在心中尝试去感受与残善之间明明的联系。他的心底也有忐忑、患得患失的感觉极为强烈，只是随着尝试，他的面色慢慢变了。数次后，白小纯有些慌乱，怎么会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是因这扇子飞得太远了？还是说被圣皇或者邪皇夺走？该死的，那是我千辛万苦才守护下来的宝扇啊！白小纯顿时急了，不甘心，又开始尝试去联系。就这样，原本还剩下半个月的路程，白小纯生生的拖延了1个月才勉强走完，每天都会进行多次尝试，试图去召唤残扇。好在并非没有效果，在第20天的时候，白小纯惊喜无比，他隐隐感受到，似乎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残山与自己之间的一丝似乎随时都会断开的联系。总算没完，白小纯精神一振，加大神识，加大时长，去不断的重新建立与那扇子之间的感应。与此同时，他距离这第2仙域的荆州也越来越近。一路上，数不清的大山，一条条大河，还有藏匿在大地上的无数凶兽、宗门，以及一处处城镇，似乎永恒仙域的面纱，在白小纯的面前，于这一路上不断的被掀开。也的确是如白小纯之前所了解的，这第2仙域实际上分为南北2侧，靠近圣皇朝第1仙域的正是其南侧。而整个第2仙域原本有16个州，只不过如今掌握在圣皇朝手中的只有11州，余下的那5州地广人稀，都是在北侧。准确的说，这第2仙域就仿佛是被人用一把看不见的利刃一刀斩断。北部5州，南部11州，每一州的地貌都有不同。只是此刻的白小纯已经没心情观察，他看似在赶路，可实际上全部的心神都放在了残扇上。终于在持续不断的联系与感应下，在距离第2仙域荆州只有3天路程时，白小纯感受到了自己在残扇上留下的神识。他的脑海在感受到残扇的瞬间，好似天雷翻滚，直接就轰鸣起来，身体在半空更是一顿，呼吸急促的刹那，他的眼前似乎浮现出了一幅画面。画面中是一片浩瀚的星空，这星空漆黑无边无际，一把如同大陆般大小的残扇正在星空内缓缓飘游，不知终点在何方，似永无止境的不断的游荡。我的宝扇！白小纯心神震动，脑海的画面几乎刚刚清晰，可似乎因距离太远，又慢慢出现扭曲，吓得白小纯赶紧加大神识的感应，试图召唤那把残扇停止飘游。只是他的权限相对而言还是太少，原本以为能在传承结束后，凭着他堪比20关的成就获得扇子的认可，但现在来看，这一切都是白小纯的想象罢了。事实上，这扇子依旧没有认主，而他掌握的权限在感应上竟只剩下了1成，似乎若再晚几个月，怕是这1成也都没有了。一定是这扇子内的意志干的，这家伙趁着我离开，要将我抹去。白小纯心里立刻着急了，不断的加大感应时，这原本平静飘游的扇子忽然震动起来，隐隐有光芒在扇子上闪耀。白小纯顿时兴奋，可还没等他接下来有什么动作，突然的，他耳边传来一声怒吼。这怒吼似从那扇子内扩散出来，正是这扇子内的意志。这意志显然已经从上次与白小纯的交锋沉睡后苏醒，之前就已经尝试一点点抹去白小纯的印记，甚至已经成功了一半。此刻眼看只剩下1成区域了，可白小纯的出现似要将其希望破灭，他岂能同意？此刻全力阻挡，虽无法将白小纯的烙印彻底抹去，可却阻止白小纯对扇子的控制。该死！白小纯怒了，隔着无尽的距离，凭着与扇子的明明联系，与这意志再次开始了争锋。他虽不是对手，可只要与扇子有了联系，他留在扇子上的烙印就绝不会那么容易被抹掉。脑海的轰鸣持续不断，白小纯都忘记了时间，随便找了个地方，立刻盘膝打坐。也不知过去了多久，当天色都暗淡下来时，白小纯全身被汗水浸透，慢慢睁开了双眼，露出了弥漫血丝的双目以及遮掩不住的疲惫，甚至呼吸都气喘很多。低头时，白小纯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右手上，那里正有一团凭空出现的光，此刻正慢慢凝聚，渐渐化作了一枚黑色的令牌。这令牌正是他与残扇意志在这一次争锋后，随着对方重新陷入沉睡，继而在白小纯手中幻化出来。这残扇的意志太难缠，我白小纯难道就没资格成为他的主人吗？要不是他阻挠，这一次我一定可以将扇子召唤回来。如今扇子没召唤成，只有这么一枚令牌。白小纯有些不甘心，对于这令牌他也没有半点了解，只是有种感应，这令牌似乎是一把钥匙，一把代表自己权限的钥匙。半晌之后，白小纯叹了口气，正要将这令牌收起，打算休息之后仔细的研究一番。可就在这时，白小纯忽然神色一动，猛地看向手中令牌。这气息第1100级，
我要低调。这是什么气息？白小纯诧异，仔细地感受着令牌内散出的气息。他发现自己拿着令牌，只是这么一会的时间，身体的所有疲惫居然自行地消散了大半。这不是肉身恢复之力，毕竟白小纯疲惫的是心神。可如今他都明显地察觉到自己的精力正飞速地恢复到巅峰的程度，这就让白小纯惊喜起来。把令牌拿到面前，仔细的查看后，虽依旧还是没看出什么端倪，但已然确定了这令牌内散出的气息的确可以让他精力恢复。不是灵气，白小纯想了想，只能将其判断为是那残扇曾经的主人，那位强悍的主宰所在的世界内存在的与永恒仙域上的灵气类似的某种天地之力。看看这气息有没有其他的妙用。白小纯眼睛一亮，尝试一番，最终在拿着令牌修炼吐纳时，他惊喜地发现，随着自己的打坐，这令牌内的气息一下子就活跃起来，融入自己体内后，居然使得自己的修炼速度骤然加快。不但是灵力流转之速，更有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总之，一切修炼都在加快，尤其是那种头脑始终清醒、精神满满的感受，让白小纯顿时就如获珍宝一般。这令牌内的气息堪比一切丹药啊！仅仅是令牌就如此玄妙了，那宝扇必定更加厉害。可惜之前那里人多，我不好去研究。第二天清晨，当白小纯睁开眼时，他心情激荡，越发坚定要将那残扇从扇子的意志手中抢回的念头。打定主意后，白小纯这才将令牌收起，看了看方向，他一晃之下，直奔这第二仙域的荆州飞去，一路疾驰，破空挪移。3天后，他远远的就看到了前方的大地上屹立着一座雄城，此城范围极大，四周有山脉纵横交错，城池如同一头趴伏在那里的巨兽。城池内修士众多，如今哪怕是黄昏，也依然是人声鼎沸，来来往往，数之不清。放眼整个城池，白小纯咳嗽一声，琢磨着以自己的身份来这里虽欲低调，可身为天尊，可以说是这第二仙域内仅有的2个最具权势之人，如此身份低调的话，似乎有些不太习惯。看来我还是要努力的学习一下，如何让自己低调为好。白小纯感慨中，没有立刻散开神识引人前来，而是一晃之下，如寻常修士一样，选择了朝着城池的大门走去。这巨大的城池有8座大门，平日里开启5门，进出的修士众多。白小纯也没着急，在一处城门外站在了进城队伍的末尾，左看看右看看，心底也在感慨这圣皇朝的繁华。尤其是此地作为第二仙域的荆州，有天尊坐镇，无人敢在这里撒野。而此地的守卫每一个都修为不俗，哪怕在这城门守护的一队人，也都一个个穿着宝甲，目露金芒，修为竟都是结丹大圆满的程度。更是在城门上的楼阁内，有一股天人波动，无时无刻不在扩散，对过往之人都会仔细的探查，形成的威慑让这进出城池的人群也都一个个小心翼翼起来。居然有天人强者探查，看来这世道果然是乱了。唉，也不知何时才能太平啊。听说了吗？北部又开战了，那邪皇朝实在可恶，北边的战争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展开。白小纯的四周，不少准备进城的修士，在看到盘查如此森严后，都一个个低声议论。白小纯听着他们的话语，眨了眨眼。他对于这第二仙域的了解，大都是从一些典籍上获得，对于具体的详情掌握不多。不过对于北部的战争，倒是有所耳闻，可也没太去在意，依旧左顾右盼的看着热闹。时而也有一些似乎很重要的修士，从远处呼啸飞来，在城门外落下，抖了抖身上的尘土后，在那些护卫的恭敬客气下，不需要排队，直接进了城池。每次有这样的人出现，都会引起四周众人羡慕的目光。白小纯更是跃跃欲试，但想起要低调，于是遗憾地压下自己的冲动。我要习惯低调。白小纯劝慰自己一番。很快的，随着进城队伍的慢慢前行，不多时就轮到了白小纯这里。可就在白小纯上前缴纳了一些灵石后，更被天人神识扫过，已然放行，可以进城时，忽然的，远处有长虹呼啸而来，速度极快，直奔城门。刹那间，那长虹靠近，形成的威压使得四周众人纷纷心惊。更有狂风扑面，吹起尘土中，长虹消散，从其内走出数十人，里面有大半都是元婴大圆满的修为，更有凶悍嗜血之意，显然是久经沙场。还有5位，竟都是天人强者，而为众人之首的，则是一个大汉。这大汉很是魁梧，穿着紫袍，不怒自威。他的出现，立刻就让城门的守卫纷纷神色变化，竟比之前面对那些一样有特权进城之人时还要客气。拜见紫灵侯！而且就连城门上的阁楼内的天人，也都从阁中走出，甚至都连忙走到近前，向着大汉恭敬的抱拳。拜见紫灵侯！眼看连那天人也都如此，四周排队进城的众人纷纷心惊。当听到了这些守卫以及天人对那大汉的称呼后，顿时就有惊呼之声从人群内传出。是镇守北部如今最后一州北岸州的大尊紫灵侯。的确是他老人家，我当年曾远远的看过一眼，这可是被圣皇赏赐了侯位的紫灵侯。众人议论之声回荡，
只是对这紫袍大汉的身份震惊，可却没有人诧异此人居然不是直接飞入城中，而是同样要走城门。白小纯若有所思，意识到或许在这荆州城池内有规矩，哪怕是半神强者也都要被禁空入城。紫灵侯微微一笑，对着走出阁楼向自己拜见的天人点了点头，没有多说，直接就向着城门走去。他身后那些麾下也都一个个倒带着煞气跟随在后。四周的守卫连忙驱散旁人，不允许有人阻挡紫灵侯的道路。实际上都不需要他们驱散，城门旁的人群此刻一个个都在恭敬后退。而白小纯原本应该是轮到他进城的，此刻自然也在被驱散的人群中，这就让白小纯心底不舒服了。尤其是身边的人都退后，如此一来就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那里，格外明显。还不走开！眼看白小纯还在那里，城门的守卫顿时不悦，低喝一声，上前就要将白小纯推开。白小纯眼睛一瞪，这一眼看过去，那守卫顿时就一阵发猛，脑海更是瞬间空白，好似失了神。倒也不是他认出了白小纯，而是白小纯的目光蕴含了一股摄人心魂之力，使得这守卫好似失魂落魄，竟呆在了那里。白某已缴纳了灵石，凭什么让我避开？白小纯淡淡开口，袖子一甩，没有理会任何人，径直向着城门走去。这一幕让四周所有人都愣了一下，纷纷看去，甚至就连紫灵侯也都目光一扫，只是任凭他们如何去看，也都看不出白小纯真正的修为，但也没放在心上。收回目光，看向那位镇守此门的天人老者。这位镇守在此门的天人老者此刻皱起眉头，他知道紫灵侯可是09天尊的嫡系，不敢得罪。此刻右手抬起一挥，顿时一道光幕瞬间就在城门内出现，直接就阻挡了白小纯的脚步。白小纯没有硬闯，而是转过头，似笑非笑地看着那位镇守城门的天人老者。你要干嘛？第1101集，欺负我？白小纯似笑非笑地望着那位天人老者，从始至终，这里没有任何人能想到白小纯的身份，也没人能看出从他们身边走过的这位可是当今圣皇朝内5大天尊之一。白小纯也忽然有些喜欢上了这种低调，琢磨着这样似乎更好一些。难怪那些大人物都喜欢微服私访啊，原来这种感觉如此之好。白小纯心底暗喜，这种没有任何危险的事情他一向最爱了。此刻就连笑容也都带着愉悦之意。话语传出时，那位天人老者心头莫名其妙的一跳，但也没有太过在意，淡淡开口：此人行迹可疑，擅闯荆州城，来人将其拿下详查，若身份如常，再放行不迟，如若反抗，就地正法。天人老者话语一出，四周众人立刻倒退，一个个看向白小纯时都有了同情之意，可还是有不少嘴角露出讥讽：这家伙傻了吧，敢在这里撒野？何必呢？那可是紫灵侯，不就是让道吗？又不会掉块肉。此人完了，这段日子所有被定为行迹可疑之人，没有一个能活着走出大牢。众人纷纷低声议论时，镇守这城门的其他守卫此刻一个个目中寒芒一闪，除了之前被白小纯震慑的发呆的那位，其他都快步走出，直奔白小纯。白小纯也没想到这镇守城门的天人修士居然直接就对自己动手，他神色有些讶异，轻轻叹了口气：何必呢？我只是要进个城，我本想低调的。白小纯摇头，右手抬起一挥之下，没有散出天尊修为，露出的只是比这几个结丹守卫高一个境界的元婴之力。他的四周顿时就幻化风暴，轰鸣中，在那几个结丹守卫来临后，声响传开，一股巨大的推力使得这几个侍卫纷纷倒退，一个个更是喷出鲜血。大胆，给我跪下！天人老者低喝，身影一晃，直奔白小纯，右手抬起，天人修为直接爆发，向着白小纯狠狠的一拍而下。一旦被他拍中，在他看去，眼前之人就算不死，也要从此之后只能跪着，无法站立。他心中也在嘲讽，按道这家伙若不反抗，自己最多也就是处罚一下罢了。如今既然选择了反抗，那就是不开眼的想要找死。而现在的他，无论怎么做，也都符合荆州城的律例。可就在这天人老者出手的刹那，白小纯叹了口气，右手瞬间抬起，竟在这天人老者之前一巴掌拍了过去。还是你跪着吧！白小纯话语传出时，碰撞之声轰然而起。那天人老者只觉得眼前一花，一股大力直接扑面而来，根本就无法闪躲，甚至脑子都在这一刻空白。双耳巨响回荡中，他鲜血喷出，身体竟在半空被这股大力直接拍了下来，砰的一声就跪在了白小纯的面前，膝盖更是碎裂，鲜血溢出。剧烈的疼痛让这天人老者发出凄厉的惨叫，他想要站起身，可不但膝盖碎裂，就连修为也都好似要崩溃，竟无法站起。这一幕让四周众人全部呆住，一个个都倒吸口气，纷纷张大了嘴巴。你不是元婴啊，可你就算是天人，你也死定了！天人老者忍住疼痛，神色扭曲，咆哮中取出一枚玉简，直接捏碎。这玉简正是市井之用，此刻随着捏碎，
立刻在这荆州城内就有数道长虹冲天而起，直奔此地。白小纯有些无奈，实在是他本来只想进个城，此刻眼看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摇头之下，转身就走向城门，打算穿透光幕，直接进城。可就在白小纯要离开的瞬间，站在不远处始终没有开口的紫灵侯缓缓说出一句话，将他拦住。顿时，他身后的那些麾下一个个目中寒芒一闪，直奔白小纯而去。5个天人，10多个元婴大圆满，他们的出动掀起的气势惊天动地，四周众人再次震动，竟还有些期待，一个个只觉得今天开了眼界，看到了以往看不到的热闹。可惜了，他既然是天然修为，早点露出不就好了？这明显就是在卖弄啊！现在完了吧？紫灵侯的麾下可都是久经沙场，每一个的手中都杀戮过万。就在这四周众人纷纷感叹时，白小纯有点怒了。他觉得自己都没去找这紫灵侯的麻烦，对方居然还主动招惹自己，这是欺负我！白小纯眼睛一瞪，右手蓦然抬起，在那10多人来临的刹那，直接一挥。这一次，他故意露出的是天人大圆满的修为波动，瞬间，紫灵侯的这些手下心头狂颤，惊骇莫名。轰鸣之声成为了他们耳边唯一的声响，所有人的眼前都是模糊，只觉得一股大力排山倒海般轰鸣而来，根本就无法抵抗。那5个天人首当其冲，全身狂震，一个个喷出鲜血，身体直接就被这大力拍在了地面上，全部跪了下来。而那10多个元婴大圆满的修士同样如此，在这大力下，在纷纷被拍在地面上时，他们的脑海都还昏沉，可来自身体的剧痛引起的凄厉惨叫却是回荡不断。这一切太快，快到只是眨眼间，一切都逆转。四周所有观望之人纷纷愣住，一个个屏住呼吸，看着跪在城门口的那些人，目中渐渐泛起不可思议。有点意思。在众人的震撼中，紫灵侯的目中露出了金芒，他的嘴角露出一抹嘲弄，身体一步走出，速度之快，刹那就掀起了风暴。这风暴从气势上就能看出，4比方才白小纯的出手还要犀利，还要可怕，甚至天地都为之一暗，四周的虚无都扭曲。由此可见，这紫灵侯绝非半神初期，而是半神大圆满。白小纯神色如常，也就是抬起右手，很随意地向着紫灵侯直接一巴掌拍了过去。你也跪下吧。白小纯声音平淡，话语回荡时，他的右手好似成为了一座无形的山峰，镇压一切，摧毁所有。紫灵侯的速度在白小纯的面前好似龟爬，他掀起的风暴如同孩童在吹气，他所谓的犀利、惊人以及扭曲的虚无，这一切的一切，在白小纯的眼中都脆弱的不堪一击。这是天尊与半神之间的差距，这是境界的碾压，这更是道种的至高无上。轰鸣之声惊天而起，白小纯这一掌竟并非落在来临的紫灵侯身上，而是落在了其身后一片空旷的虚无中。顿时，那片虚无扭曲撕裂，其内竟出现了第2个紫灵侯。这正是紫灵侯的打算。从始至终，他都没有露出本尊，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只是其分身而已。通天世界的半神没有分身，不代表永恒仙域的半神同样也没有分身。而他方才之所以出手，其目的也正是要用自己的分身去试探一下白小纯。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次的试探竟直接撞在了坚不可摧的山峰上。隆隆声中，紫灵侯的本尊与分身齐齐面容扭曲，体内修为近乎崩溃。他感受到了之前那些跪下之人一样的大力，他的面色猛地大变，他的身体颤抖，他的目中带着不可思议，更有骇然与恍惚。他似乎想到了眼前之人是谁，可还没等他来得及开口，那股大力就倾覆降临。巨响中，紫灵侯与分身一同喷出鲜血，发出凄厉的惨叫，身体直接就被这大力生生地拍在了地面上。砰！大地尘土飞扬间，四周所有观望之人纷纷傻眼，就连那些紫灵侯的麾下也都彻底呆滞。而最为惊恐连连颤抖的，则是那位镇守此门的天人老者了。他只觉得呼吸困难，他的心中掀起大浪。他看着白小纯，一个他之前无法想象的答案，此刻哪怕他不想去确定，也依旧疯狂地在其脑海里滋生出来。天天尊第1102集，继续低调。很快的，这些在荆州城内身为09天尊麾下掌握要职的10位半神，在那一道道长虹的呼啸中，就来到了城门外。这10人里，7男3女，有老者，有中年，更有貌美女子，一个个都神色肃然。在看到白小纯后，各自目中都有异色，纷纷上前，看都不看跪在那里的紫灵侯等人，向着白小纯抱拳深深一拜，拜见通天王。这一拜，四周的众人似从之前的恍惚中苏醒，一个个都呼吸急促，实在是今天的事情一的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在这万众瞩目中，白小纯心下暗叹，尽皆了然。他如今已不是初入修真界的小小修士，身为天尊的他，不说能看透人心，但也能猜得七七八八。眼前这10位半神看似恭敬，可实际上从他们的称呼里就能看出他们的态度了。哪怕这迎接的仪式再隆重，也无不暗藏来自这荆州城的排斥。很快的，
在这荆州城内就有大量的天人，甚至超过数万的修士护卫，都急速赶来，用最快的时间在这城门内外列队。更有钟声在荆州城内回荡开来，传遍八方时，这些到来迎接白小纯的修士们将白小纯簇拥在前，一路带着恭敬，终于走过了城门。至于跪在外面的紫灵侯，此刻没人去扶起，实在是白小纯的出现，他们虽可以不听从其命，但表面上的客气必不可少。被白小纯亲手责罚的紫灵侯，自然没人会去在这个时候示好，得罪人的事情，此刻无人愿意去做。就这样，在这看似隆重，可却没有透出热情的迎接中，在这满城修士都心神震动，遥遥看去的目光下，白小纯一路顺着城门，来到了这荆州城中心区域的一处很是奢华的府邸内。这府邸足有万丈大小，屹立在那里，其内假山处处，庭院深幽，更有小桥流水，廊亭处处，整个府邸散出惊人的威压，更有浓郁的灵气在内流转。四其内有大阵环绕，抽取来自第二仙域的地脉之力，使得这里与外界截然不同。更有上千男女修士恭敬地站在府邸外，这些人都将是白小纯的仆从之修，负责照顾白小纯的生活起居。他们中男的俊朗，女的秀美，任何一个看起来都明艳非凡。这种排场，这种奢华，白小纯实在是挑不出丝毫毛病。而整个荆州城内，如这样的府邸只有2座，一座此刻属于白小纯，另一座比此地灵气还要浓郁的，甚至代表了第二仙域权力巅峰的，则是09天尊的府邸。好在二人的居所距离不远，甚至可以遥遥相望。来自荆州城的这些权贵修士，在恭敬与客气下，将白小纯送入此地后，就一一告辞离去。从始至终，也不见那位09天尊出现，只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散出过神时，说出过那一句话罢了。白小纯心知肚明，这是对方不待见自己，同时也明白，这第二仙域原本只是对方一个天尊，如今自己来了，变成了2位，权力相争下，难免会有矛盾。白小纯更清楚，这09天尊在第二仙域镇守太多岁月，可以说这里几乎所有的天人半神都差不多是他的门下，被其提拔起来，此地与其说是圣皇朝的第二仙域，不如说是这位09天尊的铁桶之地。同样的，白小纯身为外人，哪怕职位上与这09天尊一样，可他明白，若自己在这里出现了一些如在圣皇城内的祸害之事，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这位09天尊都绝不会罢休。也罢，我本是打算低调的，以前都是寄人篱下，如今我也算半个主人，虽然不管事，可也没人敢惹我。白小纯叹了口气，想了想后，决定自己本分一些，在这第二仙域内也不打算去争权，而是准备安静下来，好好的修炼。通天道人，早晚有一天，我可以斩你第2次。白小纯目光一闪，这是除了要给通天世界之修一个选择的资格外，另一个推动他修炼的重要原因。有了决断后，白小纯安下心来，居住在了这府邸内。府邸虽大，可有上千仆从在内，倒也还算适合。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几乎没有任何人到来拜访。至于09天尊，更是没有丝毫沟通，仿佛所有人都刻意的忽略了白小纯的存在。平日里关于第二仙域的所有事情，依旧是向着那10位半神汇报，而他们也在整理后，与往常一样去请示09天尊。对此，白小纯也没在意，每天都在密室内拿着那残善的令牌修炼。渐渐的，荆州城内原本一些打算看热闹的修士，也都慢慢没了兴趣，甚至就连第二仙域其他州的修士，渐渐也都知道了这位到来的通天王，在某种程度上似向着09天尊示弱了。白小纯这么做获得的收获，则是他无论需要什么，只要开口，就会有人送来。在这修炼上，凭着他天尊的身份，似乎荆州城会最大可能去满足，一切仿佛都相安无事。对于第二仙域而言，有没有白小纯都一样。白小纯也乐得清闲，沉浸在研究令牌上，每天吸收令牌内的气息，自身的修炼速度越来越快的同时，也有大把大把的仙丹灵草被他以天尊的身份要来增加自己的修为。甚至空闲时，白小纯也开始研究炼火，试图在这永恒仙域内找到炼火的代替品。这种事情不难，白小纯在琢磨之后找到了答案。永恒仙域有完整的轮回，想要获取魂难度太大，而代替品则不少。无论是一种叫做魂石的物品，还是一些稀有的燃料，都可以在改动后从某种程度上形成多色火。实际上不仅仅是白小纯这么做，在永恒仙域上，所有来自蛮荒的炼魂师都是这么做的。至于张大胖等人，则是用了类似的办法。这么做的好处是会让炼灵变得更容易一些，毕竟材料多了。可坏处也有，那就是在7、8次炼灵后，想要找到多色火不是不可能，需要靠机缘。毕竟当年的蛮荒之所以在炼灵上有独到之处，与其炼魂化火有直接的关联。可惜没有足够的魂。白小纯摇了摇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背上白浩的魂燃烧留下的火苗痕迹，白浩依旧还在沉睡，没有苏醒。白小纯也慢慢的意识到，似乎只有炼火才是让白浩苏醒的契机。不过高阶的多色火虽难以寻觅，可7、8次炼灵以下的法宝、丹药，
白小纯还是炼制了不少，甚至就连北麦大剑也都被他拿出炼灵一番。原本白小纯以为接下来的岁月会有不少的时间都是如此度过，直至3个月后，在修炼与研究令牌中的白小纯突然的听到了来自这荆州城内震天而起的钟鸣。这钟鸣急促，回荡四方，传遍整个城池的同时，更有纷乱惊呼之声在这荆州城内的很多地方同时传出。白小纯也愣了一下，睁开眼后走出密室，立刻就有仆从修士带着惊慌从外面跑了进来，看到白小纯后立刻抱拳一拜：“大人，北部最后一州半个时辰前被邪皇朝鬼母天尊带着邪皇朝大军亲自攻下，从此先域北部5州彻底与我圣皇朝分离，战争要开始了。”这仆从修士惊慌中声音都颤抖起来，似带着某种悲观的绝望。第1103集，他是白小纯。荆州城城门外，4周所有人此刻都脑海空白，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他们的目中，此刻站在城门旁的白小纯就仿佛是一尊神灵，让所有人都在这一瞬心神颤抖，制住了呼吸。之前白小纯一巴掌将那几个元婴守卫拍飞时，他们心头一惊，猜出对方是个高手。而当白小纯又一巴掌将那个天人老者也都拍得跪下时，众人吸了口气，他们立刻意识到眼前这个青年是个强者。可紧接着，白小纯再次一巴掌将5个天人以及一群元婴都拍得跪下后，众人已经傻眼了。可就算是这个时候，他们也都在心底认为白小纯顶多是个半神，根本就不会去想白小纯是天尊，毕竟天尊太少了，整个永恒仙域如今只有12人。直至紫灵猴的出手，白小纯那里居然依旧还是一巴掌。当紫灵猴被拍得与其他人一起都跪在城门外时，4周的所有人一个个脑海如要炸开，在那无尽的轰鸣里，好似100万天雷同时爆发，随后就是一片空白。他们不敢去想，不敢去深思，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无不证明了一个让他们这一生都无法忘记的震撼。直至从那守门的天人口中近乎绝望般传出的似带着哭腔的喃喃之音，在这极致的安静之下却回荡四方。这声音好似天雷，在众人耳边轰隆隆的炸开后，仿佛将呆滞的众人全部震醒，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数的吸气之声。天尊，这怎么可能？我莫非是在做梦，出现了幻觉？我居然看到了一位天尊！嗡鸣哗然，失声惊呼在压抑了片刻后蓦然爆发，瞬间鼎沸。随着爆发，跪在城门外的所有人此刻都心头颤抖。那些结丹守卫此刻在意识到了白小纯的修为后，直接就被吓得昏死过去。就连紫灵猴的那些麾下此刻也都面色苍白无比，一个个感到冰寒，看向白小纯的目光带着前所未有的骇然与恐惧，更有无穷的后悔。他是天尊，该死的！你是天尊的话，早说啊，何必这样？这些人的心头都在抓狂时，比他们更崩溃的就是紫灵猴了。他的脸已经成为了酱色，眼中带着震撼，内心的苦涩已经无边无际。如果说外人还有一丝迟疑与不确的话，那么身为半神大圆满，亲自面对了白小纯的那一巴掌后，他已经完全确定了白小纯的修为。只有天尊才可若无其事般，无论面对元婴、天人还是半神强者，都只需要抬起一只手就能擎天一样，将所有人都直接碾压的跪在那里。而在确定了白小纯的修为后，他对于白小纯的身份根本就不需要怎么琢磨，瞬间就清晰明了。毕竟圣皇册封通天王白小纯作为第2仙域镇守天尊的事情，几个月前就已传到了这里。另外，圣皇朝的几位天尊，紫灵猴全部都见过，唯独白小纯这里因最近才晋升，他只是听说，还没亲眼看到。这种种的一切线索加在一起，紫灵猴的心都要碎了，仿佛是喝下了一口胆汁，从内到外无不散发苦楚。紫灵拜见通天王。紫灵猴苦笑，此刻双腿都失去了知觉，可却咬牙向着白小纯抱拳一拜。紫灵猴话语一出，4周正在哗然的众人刹那间又一片寂静，所有的目光都瞬间再次凝聚到了白小纯身上。很快的，比方才还要喧嚷的惊呼再次爆发：通天王，他是白小纯！11天尊白小纯，来自通天世界的白小纯。在这众人的强烈惊呼下，白小纯站在城门旁，看着在自己面前跪成一排的众人，心底也有遗憾。他琢磨着自己的本意，的确是想要低调一点的，只是想进个门罢了。偏偏这里的人非不让自己进，不进也就罢了，居然还对自己动手，这就让白小纯有些恼怒。此刻听到紫灵猴叫出自己的身份，白小纯没有意外。实际上，若此刻紫灵猴还不知道白小纯是谁的话，白小纯反倒也觉得奇怪了。知道本王的身份，居然还敢向本王出手，紫灵猴，你的胆子不小啊！白小纯眼睛一瞪，他觉得自己低调的计划都是被眼前这些人毁掉的，尤其是这个紫灵猴。按道此人若是早来一会，或者晚来一点，等自己进了城，一切就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通天王息怒紫灵猴想要辩解，可却明白此刻不是开口的时候，
只能再次低头。只是心底对于白小纯的恨也已然极深，可却不敢露出丝毫，只能暗中咬牙。你们天尊真会玩！紫灵侯心底抓狂，他觉得自己太倒霉了。可自认为比他还倒霉的，则是那位守门的天人。他此刻肠子都悔青了，只觉得眼前的世界都在旋转，看向白小纯时已露出哀求。就在这时，之前城内接到了示警信号的众人，此刻在那呼啸声中，也都从城池中刹那飞来。人还没到，声音就已经传出：是谁找死？居然敢闯荆州城，好大的胆子！还不跪下！一共来了8位修为，5男3女，修为都是天人大圆满的样子。此刻呼啸间，这8人身影降临。声音还在回荡时，他们已然看清了城门外跪着的那些人。顿时这8人大怒，可很快的，他们就看到了跪在那里的紫灵侯。这个发现好似有一壶冰水，刹那就淋在他们的头顶，让这8人身体都猛地一个机灵，竟不敢靠近丝毫，急速后退。在半空中看向站在那里的白小纯时，他们的目中惊疑不定，心底早已骇然无比。白小纯皱起眉毛，抬头看向这8人，心底琢磨着要不要把这8个家伙拽下来。他的念头从目光中透出了半点，立刻就让天空上这8个天人面色大变，再次后退时，一个个立刻捏碎手中玉简。也正是在他们的玉简捏碎的刹那，从这荆州城内顿时就有一股强横无比，似能镇压一切众生的神识轰隆隆的扩散开来。这神识如同风暴，似能翻天覆地，天人与其比较，就好似蝼蚁一般，哪怕是半神强者，在这神识面前，也都如同成为了猫狗，镇压一切，碾压8方。整个荆州城在这一瞬，所有修士全部心头狂震，身体颤抖，修为压抑，甚至就连念头也都似乎要停滞下来。城门外跪在那里的众人同样如此。紫灵侯身体颤抖，他身为09天尊的嫡系，岂能认不出对方的神识？至于其他人，猜也能猜到了，能有如此神识之力的，在这荆州城内只有一位。世界颤抖，天地扭曲，众生都在低头，唯独站在城门旁的白小纯是在这神识风暴下毫发无损之人。他抬起头看向荆州城内传来这神识的地方，感受到了这神识内带着的不悦后，叹了口气：白某见过09道友。白小纯话语说完，足足过去了10多息，才有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这天地间缓缓散开。白道友来临的方式倒是与众不同。来人，迎接通天王白小纯。随着09天尊声音的传出，每一个字都好似天雷，在这荆州城内炸开。很快的，就有一道道身影从城池内直奔此地。那些身影里，留守在荆州城的10位身居要职的半神强者，此刻全都飞向城门。又更反了，觉得自己脑袋已经不好用了，心里的事不想说，和大家道歉，我会尽快恢复状态的。第1104集，欺人太甚，慌什么？白小纯眼睛一瞪，那仆从修士立刻内心一颤，深吸口气后，赶紧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白小纯没觉得此事有什么大不了，邪皇朝与圣皇朝开不开战与他无关，不过凭着他的感觉，这2大皇朝短时间是根本就不可能开战的。若没有大敌当前也就罢了，天空上的巨人主宰不是传说，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如此背景之下，怎么可能会随意开战？另外，在白小纯看去，第2仙域北部已丢了4个州，这最后1州迟早也要丢，似乎也不是什么让人意外的事情。只不过显然这种丢州的事情有很长时间没出现了，所以此刻一发就引起了人心惶惶。白小纯摇头时，他的判断很快就得到了证实。鬼母天尊只是将那北部最后1州占据之后，并没有继续发动战争，甚至都没怎么杀人，将包括那1州半神在内的不少修士全部驱散回了圣皇朝的领土而已。这公孙婉怎么来到了这里？对于战争之事，白小纯没怎么在意，他好奇的是这公孙婉的到来。每想到自己把鬼母替换成了公孙婉，白小纯就觉得很得意。同时那位邪皇在发现后一定心情恶劣得很。虽鬼母与公孙婉都是一个人，可实际上却有明显的不同。鬼母效忠邪皇，心狠手辣，而公孙婉哪怕同样心狠手辣，可毕竟从过往纠葛上还是与白小纯有太多的联系。还有这北部的最后1州，我怎么觉得有些熟悉？白小纯思索了片刻关于公孙婉的事情后，又想到了这北部之州。半晌之后，他忽然乐了，那不是紫灵侯镇守的州吗？白小纯想起来了，紫灵侯正是北部最后1州的大尊。而关于紫灵侯的事情，白小纯也曾关注了一些。当日他将紫灵侯拍着跪在那里，直至数日后09天尊下令将其送出，这才离开了荆州城。这件事情上，白小纯也看出了09天尊的态度，看似照顾了白小纯的情绪，可实际上紫灵侯对白小纯的恨随着那数日的过去越发深重。而其他州的半神同仇敌忾之下，敌视白小纯的情绪也根深蒂固起来。这种种手段，白小纯心知肚明，可他实在对这里的权力没兴趣，也不愿去弄些小动作。在他看来，自己可是要做大事的人，岂能沉浸在这种权谋之中？哼，
当初我在蛮荒时，可是被人称为毒臣。白小纯傲然抬头，袖子一甩，不再理会外面的事情，转身重新进入密室，开始修炼。数日后，随着北方最后一州丢失已成事实，圣皇朝与邪皇朝又开始了一轮抗议与争执之后，在这第二仙域内，人们似乎也都接受了此事，一切都开始恢复平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一天晌午，正在密室内打坐的白小纯忽然取出传音玉简，神识扫过，他目中露出喜色，立刻就出关，亲自到了府邸大门口，看到了站在那里身体挺拔如同小山一样高大的巨鬼王。巨鬼老哥！白小纯哈哈一笑，上前一把抱住巨鬼王。他自从来到这里后，就第一时间联系巨鬼王。巨鬼王当时也欣喜不已，可实在是他所在的州距离荆州太远，同时他身为那一州的大尊，轻易不可离开，这才没有立刻到来叙旧。而白小纯也被那令牌的研究与修炼吸引，本打算是过段时间去拜访。如今巨鬼王到来，白小纯顿时惊喜。可巨鬼王面对白小纯的热情，他迟疑了一下，勉强的挤出一些笑容，甚至少见的没有去纠正白小纯的话语。要知道以往的巨鬼王听到白小纯呼唤其为老哥，大都会瞪眼，提醒白小纯自己是他的岳父。白小纯目光一闪，觉得不对劲，但没多说，拉着巨鬼王到了大殿后，二人坐在一起，等仆从端上了美酒鲜果后，白小纯将所有人挥散，拿起酒杯向着巨鬼王一举：“岳父，小婿敬你。”听到白小纯对自己的称呼，巨鬼王心底一暖，内心的郁闷也缓和了一些，笑骂几句后，同样端起酒杯一口喝下。二人一杯接着一杯，说着曾经的往事，渐渐说到了邪皇朝的小镇子。说到了小镇子里的寡妇时，巨鬼王也笑了起来。慢慢的，又说到了在圣皇城离别后相互的日子。巨鬼王在其州内如土皇帝一样，此刻喝了不少后，他一拍胸口：“我告诉你，白小纯，你岳父在神罗州内，那可是说一不二，治下的但凡有姿色的女修，哪一个不是对本王春心暗动啊？”白小纯不屑地看了看巨鬼王，拿起酒杯喝下，没说话。巨鬼王眼看白小纯不信，顿时怒了，立刻开口举例，将自己在神罗州内的事情带着一些夸张与杜撰，说得眉飞色舞。白小纯在一旁听着，时而讽刺几句，惹得巨鬼王笑骂起来。很快的，白小纯也说起了自己在圣皇城的事情，从钓鱼开始，直至莲子、莲蓬以及最后的莲藕，这一切巨鬼王虽听说过，可此刻听到白小纯的描述后，他也连拍桌子，只觉得这白小纯的确是个无论走在哪里都必定能祸害八方的瘟神。直至深夜，二人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话也说了不少后，白小纯看了看巨鬼王，他早就看出巨鬼王那神情的憔悴，仿佛是承受了巨大的打击一般，此刻轻声问了一句：“现在可以说说了吧，岳父大人，谁欺负你了？”巨鬼王闻言沉默，半晌后拿起一旁的酒坛，直接就咕咚咕咚的灌了下去，直至喝完。他深吸口气后，眼睛有些发红，狠狠的一拍桌子：“欺人太甚了！那令九天尊扣押前往神罗州的通天世界修士也就罢了，我打不过他，只能忍。他对我神罗州不理不问，我也能忍。他的态度暗示其他州对我孤立，更是每次召唤前来例会时都少不了呵斥，我还能忍。可如今凭什么啊？紫灵侯那个怂货，他在北部丢了一周，回来后不但没有被责罚，而是直接安排到了我的神罗州。行，可以，这件事我再忍。可他奶奶的，这灵九天尊居然将这紫灵侯册封为神罗州的大尊，而我什么错误都没有，居然被撤去了大尊的职务，变成了紫灵侯的副手。神罗州我用了全部心血去经营，我要将那里打造成我通天世界的根基啊！如今都没了。巨鬼王惨笑一声，狠狠地握住拳头。这件事他本不想和白小纯说，他知道白小纯刚刚晋升天尊，根基不稳，尤其是在这里属于灵九天尊的地盘中，白小纯也同样没有话语权。自己的事情让白小纯知道了，怕是会引起更大的纠纷。只是此事瞒不住的，巨鬼王也心中苦楚，这才在与白小纯叙旧之后，在白小纯的询问下说了出来。听着巨鬼王的话语，白小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拿着酒杯的手也好似静止一样，只是他的目中此刻慢慢的迸发出金芒，这光芒越来越沉厚，直接化作了火焰，似轰的一声燃烧起来。小纯，你别冲动。巨鬼王吓了一跳，更是有些后悔，去告诉白小纯，赶紧开口。白小纯摇着头，目光落在远处灵九天尊的居所上，渐渐目中的火焰成为了阴沉之意，轻声说道：“岳父，此事我若不反击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圣皇朝内日后所有的通天世界之人都将越发艰难，都欺负到了头顶上，我岂能置若罔闻？”第1105集，你同意不同意？小纯，你别冲动，没有了神罗州，我们还可以想其他办法。我的身份是圣皇钦定的，想来那灵九天尊也不敢太过压制，会给我一个交代。巨鬼王看着眼前的白小纯，他觉得有些不妙，实在是白小纯曾经所做出的那些事情，任何一件都让他觉得心惊肉跳，此刻更是后悔不该告诉白小纯。白小纯重重摇头，缓缓站起了身。
小纯，这件事你就算是要做，我们也要从长计议啊！你就这么杀到09天尊那里，也解决不了事情。巨鬼王急了，赶紧阻止。听到巨鬼王的话语，白小纯有些诧异。我没说要去找09天尊啊，这家伙做事不厚道，我打算恶心一下他们罢了。老哥，这事你就不用管了，你好好休息，我出去一趟。白小纯说着向外走去。巨鬼王有些拿捏不准白小纯的想法，迟疑了一下，在想要去阻拦时，白小纯身体一晃，已消失无影。站在大殿内的巨鬼王此刻长叹一声，跺了跺脚后，知道自己的修为无法追得上白小纯，只能唉声叹气地坐在那里，拿着酒壶继续喝酒。他觉得自己来到这神罗州后，原本是踌躇满志的，可如今一切都化为乌有，包括他的志气，也都在这一次次的打击下有些心灰意冷，以致神情上的恍惚憔悴，让白小纯看出。此刻在荆州城外天地间，白小纯的身影从虚无内一步走出，他没有回头去看荆州城，而是展开全速直奔北方。天尊之速在白小纯的全力展开下，速度之快超出一切。而荆州距离北部虽不是很近，可也并非特别遥远。在这疾驰中，天还没亮时，白小纯已经遥遥地看到了仙域北部的大地。这里冰雪覆盖，天地寒冷，雪花飘落，大地昏暗中，寒风呜咽而过。白小纯在到来时，神识一扫后，直接锁定了一处区域，瞬移而去。此刻北部仙域中一处城池内，一间看似寻常的洞府中，公孙婉正盘膝打坐。作为镇守这北部仙域的天尊，他原本是不需要常年在这里的，实在是自从回到了邪皇朝后，因他与鬼母的不同，邪皇对他有些犹疑。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能在邪皇朝立足，他这才来到这里。于前段日子拿下一州之地，更是打算镇守这里，间接的证明自己的忠心。眼下正打坐的他，忽然内心一动，缓缓睁开凤目，露出金芒。他本就相貌极美，此刻随着目光的流盼，顿时整个人散发出动人的美丽。只是在这美丽之外，则是覆盖了一层寒霜，冷冷的看着洞府的大门。不多时，洞府外传来白小纯的声音：“婉儿，你都知道我来了，怎么还关着门？”白小纯站在洞府外，身边陪伴着他的是无数飘落的雪花。他看了看关闭的洞府大门，干咳一声，也不觉得自己这么说有什么不妥。他这一次是来求助的，所以琢磨着自己首先语气软一些，其次则是话语要让公孙婉儿觉得与自己很亲密才好。白小纯的话语落入公孙婉儿耳中后，公孙婉儿那绝美的容颜也都面皮抽动了一下，有心不去理会白小纯，可沉默之后，还是右手抬起一挥之下，洞府大门打开。白小纯赶紧走进来，看向公孙婉儿时，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冰霜寒面，而是带着笑容，目中露出幽芒，他记忆里熟悉的样子。小哥哥这么晚来找人家，莫非是想要在这里留夜不成？公孙婉儿巧笑嫣然，那目中的幽芒更盛，甚至伸出小舌头，还舔了舔嘴唇。还可以留夜？白小纯心头一颤，赶紧深吸口气，暗叹一声，实在是若非这件事需要公孙婉儿帮忙，他是绝对不来找此女的。他话语还没等说完，忽然面色一变，身体蓦然后退。几乎在他退后的刹那，公孙婉儿娇笑升起：“小哥哥晋升天尊，婉儿很想试试，你有没有留夜的资格呢？”身体虚幻，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纯之前所在的地方，右手掐诀间，一指落下，刺啦一声，竟将白小纯方才所在之地的虚无直接穿透成了一个窟窿。光线在那窟窿四周扭曲，更有漩涡正轰隆出现。你干什么？我不留夜了。白小纯退后时赶紧开口，可公孙婉儿一言不发，只是笑容更为灿烂，一步之下再次临近。公孙婉儿，你疯了不成？我可是你救命恩人！白小纯心头一跳，再次避开后，眼看公孙婉儿又一次临近，他也有些怒了。你这个疯子，怎么说我们也认识了这么多年，我又没恶意，还是你救命恩人，我这一次是要找你帮忙的。白小纯刚说完，公孙婉儿目露奇芒，显然是发现白小纯近几次都避开后，速度更快，整个人好似成为了一道流光，右手带着锋利之意，直奔白小纯眉心。白小纯真的生气了，这一次没有避开，他右手抬起，掐诀之下，轮回过去金之意蕴含手中，直接撞了过去。轰的一声，在与公孙婉儿碰触时，公孙婉儿惊呼一声，身体竟猛地颤抖，他的四周瞬间就出现无数符文，这些符文都是他的记忆，此刻旋转之下，使得公孙婉儿如被天雷轰击，全身都震动起来。白小纯也不好过，实在是公孙婉儿那流光的一击，好似将白小纯的身体穿透，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黑洞，竟有丝丝死气从四周来临，甚至在白小纯的神识中，这洞府都扭曲了，幻化出了无数的狰狞厉鬼，仿佛要扑向自己。该死的，你知道我怕鬼，居然还吓唬我！白小纯眼睛一瞪，在那些厉鬼扑来前，因他与公孙婉儿靠得很近，右手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公孙婉儿那浑圆的臀部，直接一巴掌拍了下去。啪的一声，这声音之大，震动四周，那些要扑来的厉鬼
也都因公孙婉的心绪变化而扭曲，停顿了一下。此刻，公孙婉娇躯一震，面色厉变的同时，目中也首次出现了杀机。可这杀机刚起，白小纯眼看有效，再次一巴掌落下。白小纯，你找死！公孙婉有些急了，整个人暴怒之下，就要挣扎出轮回过去经形成的符文的束缚。可白小纯岂能让他脱身？上前又是一巴掌。就这样，在连续的10多巴掌后，公孙婉的怒意竟消失了，反倒是目中露出了一丝迷茫。这迷茫看得白小纯心惊肉跳，刚一松懈，公孙婉目中的杀机就再次出现，吓得白小纯赶紧再拍一下。就这样，公孙婉反倒安静下来，只是目中的迷茫渐渐化作了迷离，娇喘吁吁。白小纯的心都颤了，此刻赶紧开口：“婉儿，帮个忙啊！你明天找个机会，就说你之所以能拿下这个州，是因为首州的半神大尊紫灵侯已经投靠了你们谢皇朝。”不可能！公孙婉儿一听这话，眼睛内的迷离顿时清醒了一些。话语一出，白小纯急了，心头一狠，右手再次抬起，连续拍了10多下后，公孙婉身体颤抖，整个人似都软了，要不是白小纯扶着，似乎都会瘫倒在地上。诸位，此番试炼内，想必大家都经历了各种古怪的事情。明明9个台阶，突然出现了100阶；明明只有1个傀儡，可瞬间就出现了10个100个。不瞒诸位，我3人联手突破了第18关、19关，可在20关内，我们遇到了数不清的牛头怪。这也罢了，可传送竟失效；这也罢了，可闯关2个时辰过后，我们竟无法离开，就这样被困在那里。